我带着领先全世界的军工技术到芯片公司寻求合作，却不仅被当作是来攀关系、找工作的关系户晾在接待室整整3小时，还嘲讽我一个外行人居然敢口出狂言，为他们带来上百亿的利润。在被下了逐客令后，我好心提醒他们立马放弃靠继续囤积90纳米芯片赚大钱时，竟被当作傻子赶出公司。然而3天后，他却灰头土脸的找上门。上次我觉得他有点不靠谱，就把他赶走了。刘忠汉一愣，而后脸色迅速沉了下来。那你今天来干什么？我记得我上次给你打电话的时候说得很清楚，要你和他好好谈，不会吃亏的。你竟然把他赶走了。黄泽成满脸的苦涩。我知道错了，所以我这次是来找叶先生帮忙的。他一个被你赶走的小年轻，能帮你什么忙？你就别胡扯了，哪来的回哪去吧。听到这句话，黄泽成顿时有种报应来了的感觉。老爷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而且是大错特错。您就算想抽我，我都不皱一下眉头。但请把叶先生喊来，我真的很需要他帮忙。如果他不帮忙，我这次可能要破产了。破产？你公司不是经营好好的吗？怎么会破产？出什么事了？就在昨天下午，国内一家半导体公司突然发布了全新国产90纳米光刻机的最新量产消息，并声称最多3个月就能把产能赶上来，而且价格比目前的市场上的最低价还要少1半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消息一出，我那一大批合作商哪怕要付违约金都要来退单，因为就算支付违约金，买另一家的都更划算。但你收了违约金也不亏呀，不至于到破产的情况吧？问题在于，几乎所有公司都遇到了同样的情况，有的公司已经降价了，但依然没人买账。有些客户说，除非我们降到3折左右，才会重新考虑我们的产品。3折啊，真按这个价格卖出去，那就不是血亏2个字所能形容的了。那你找叶枫有什么用？他曾经在走之前劝过我，让我不要囤货，直觉告诉我，找他一定有法子解决这些问题。行吧，小叶带老三去治病了，不知道多久才能回来，你先在这里等一回吧。对了，这位是小叶的爷爷，我当年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，你喊一声叶叔吧。黄泽成这才注意到旁边一直没吭声的二爷，尴尬道：叶叔，您不敢当，我们家叶枫本事不大，我也担不起这尊称，免了吧。老叶，泽成是搞技术出身的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们这些搞技术的都有这臭毛病。当年咱们打仗的时候，那些技术人员不也是一样吗？别往心里去，他现在已经知道错了，不是？哼，我看是你教得好啊，一个个手下都是同一种性格，跟你一模一样。与此同时，医馆内。怎么样，能成吗？不知道，得看他醒来后的情况。你也知道，这是我第一次用奇门18针，理论上来说没有问题，但实际效果只有天知道。等着他醒过来吧。半个小时后，刘慧明便缓缓睁开了眼睛。森哥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我都记起来了，谢谢你。脉象已经平稳了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小叶，这次奇门18针算是成功了，你居功甚伟啊！我只是借花献佛而已，真正有功劳的还是您。没有您的基础，别人就算得到这种针法也用不出来。很快，叶枫便带着刘慧明回了家。爸，我回来了。此话一出，曾经枪林弹雨都不曾皱过眉头的老人，此刻却激动得浑身颤抖。回来了好，回来了好啊！爸，是我对不起您，让您担心了。刘忠汉情绪稳定后，便对着叶枫深深地鞠了一躬。刘爷爷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！你别动，是你找到了老三，也是你帮他恢复了记忆，这一礼你应该受。老头子打了一辈子仗，也不知道有什么能回报你的。你既然是老叶的孙子，如果不嫌我高攀，以后你就是我刘忠汉的家里人，谁敢动你，先从我尸体上跨过去。也许在普通人看来，刘忠汉的报恩方式显得很没意义，但叶枫却知道这番话意味着什么。行，您如此抬举我，我也就不说什么了。小叶，以后你就是我亲弟弟，谁敢欺负你，跟哥说。一番感激后，黄泽成走上前来，拉了刘忠汉一下。小叶，这个泽成你是见过的，先前有点误会，他都跟我说了，这次来找你是遇到了大麻烦，想请你帮忙。你看，别人说话我未必会给面子，但刘爷爷开口，我会尽力而为的。刘忠汉听得呵呵笑起来，感觉很有面子。叶先生，您看是在这里谈，还是我请您吃饭，顺便找个僻静点的地方？就这里吧，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事。您觉得不是大事，但对我来说却关系到身家性命，这个坎过不去，我这辈子就完了。不是我觉得，而是的确算不上大事。那家半导体公司已经发布消息了是吧？是的，您是不是提前？对不起，我不该问那么多。您说的没错，他们的确发布了消息，已经可以量产90纳米制成的芯片，不但性能提高30%，价格也降低了1半。没猜错的话，你的那些客户应该要求最少打3折，他们才会重新考虑吧？叶先生果然是有大本事的，看来前前后后您都看明白了。我真是悔不当初，如果几天前按您说的把所有产品甩卖，现在也不至于落入绝境。绝处逢生，朽木开花，这不是没可能的事情。我倒是可以给你一个建议，但就怕黄董事长不太愿意相信。您说，只要是您说的，我一定信。我的建议很简单，把你的囤货全部3折售出。黄泽成一愣，差点没吐血。如果可以3折卖掉，我还来找你帮什么忙啊？